俄乌战场又出新状况。自从9月初以来，乌军迅速收复俄军在战争初期占领的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大片地区后，俄军为了挽回损失，一边打算通过莫斯科扶持的领导人对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4地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另一边在21日，普京称自己已经签署了局部军事动员法令，计划动员30万人来为此次公投壮声势，也是为了解决俄军前线兵力不足的困难。对此，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克也发表声明说，伪公投不具合法性，不会改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本质，这是普京对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必须谴责这一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如果俄罗斯敢宣布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2州为俄罗斯领土，那么双方的冲突必然会因此而升级。乌俄战争有可能会在今年冬天迎来阶段性的结束，或是最终的大结局。我们都知道，目前博弈的有4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欧盟。从目前战争局势上看，俄军现在的情况很不好，能保住顿巴斯地区已经是烧高香了，再想控制乌克兰全境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乌克兰在收复除顿巴斯、克里米亚之外的失地后，国民士气以及背后支持的金主都得到了鼓舞，乌军士气大涨，军援持续不断。而从此前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批评来看，至少能证明俄军内部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分歧，是需要普京出面亲自调节的。而对于顿巴斯地区俄军的惨状，此前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宣称，普京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前往。可见顿巴斯地区便是俄军溃逃的最后底线，如果保不住顿巴斯，普京的特别行动就等同于失败，这才有了以上举行公投、军事动员的大动作来鼓舞俄军士气，并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快结束战争，实现俄军作战最初的目标。但有这么容易吗？如果纵观整个乌俄战争的历程，大家就能发现，乌俄战争从俄军3天抵达基辅，到4面出击，双方鏖战，再到乌军大反攻，一日推进100余公里，收复6000多平方公里领土，这中间其实除了比拼武器外，还比拼了双方的作战意志。俄军的作战意志在战场上是呈现抛物线形态的，在战争初期，俄军入侵肯定是做足了准备，拥有各种应对乌克兰境内军事设施的应急反应，所以俄军求生意志比较坚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军战线铺设的过长，投入兵力较大，且还被乌军纠缠进入巷战，被打得一逃再逃，使得俄军的意志在初期达到顶峰后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再加上由于哈尔科夫俄军守备力量薄弱，只剩下少量特战队员和民兵预备役，被乌军生南击西，奇袭成功。乌军在南部牵制了俄军主力，3天之内接连拿下了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3大军事重镇，迫使俄军溃逃至了边境线。因此，俄军想凭借现有的兵力控制乌克兰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才会一边进行战略收缩，死守顿巴斯，一边进行军事动员，想和乌军在冬季来一场决战。而俄媒16日消息也证实了火力军的猜测。16日当天，普京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表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那么当时普京哪里来的底气？现在知道了，就是这30万战略预备队。但火力军觉得俄罗斯最大的底牌可能不是增加兵员等措施，而是它的核武器。当然，俄罗斯如果不想成为世界弃儿，最多应该是吓唬西方的手段。因为基本上从开战初期开始，无论是白俄罗斯废除的一些法律协定，还是俄罗斯外交部时不时的多次反复或威胁使用，或高呼绝不能使用，还是8月份因俄罗斯而失败的全球核完全大会，或者传出白俄罗斯军事装备经过改造可以携带核武器，以及最近传出俄罗斯将在克里米亚部署核武器等新闻和小道消息，都表明了俄罗斯只是在不断的试探对内对外力量，以此对美国、欧盟、乌克兰进行施压，促成不对等的谈判。可见俄罗斯是真不想打了，要么通过30万预备役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决战，要么通过运用核力量对当前局势进行必要的风动，阶段性的结束乌俄战争，这样俄罗斯才有机会得到喘息，进行经济建设。但无论是哪种，对于俄罗斯来讲，冬季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反观乌克兰，乌军的作战意志从战争初期的平平无奇，到咬住俄军进行鏖战，通过泽连斯基不断向欧盟和美国请求经济和武器的支援，在被俄军压着打且欧美援助观望之际，乌军选择放手一搏，背水一战，最终在北约情报系统的加持下，取得了大反攻以来的阶段性胜利。所以越打越勇的乌军，相比于疲态尽显的俄军而言，求胜意志更强，而且乌克兰还能以此要求欧美继续援助。乌外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已经证明有能力击败俄罗斯军队，乌军收到的武器越多，战争就会结束得越快。这个我们稍后会在欧盟分析中讲到。乌总理称，基辅的目标是收回国际承认的国界内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地区，而莫斯科选择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4地举行加入俄罗斯公投，无疑是触碰到了乌克兰的底线。因此，双方决战在冬季的可能性会很大，但是在面对俄军30万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的情况下，乌军想要收复所有领土，怕是不容易。特别是俄军控制的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除了俄军会死守以外，欧美的援助也是有限的。具体的讲，美国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对乌的援助肯定会受到影响；欧盟是因为冬季的到来，普京在面对俄军大溃逃时，选择了淡化处理，将大众的目光向经济战层次进行了转移。比如9月12日，普京在与政府官员讨论经济问题时指出，俄罗斯经济正在逐步企稳并进入增长轨道。他强调，这说明俄罗斯正自信应对来自一些国家的金融和技术侵略，他们的经济闪电战没有奏效。现在俄罗斯正准备通过天然气拔管策略，把欧盟送进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冬天即将到来，如果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在寒冷中挨冻，欧洲各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可以看出，普京是打算用能源要挟欧盟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虽然欧盟在能源危机下已经矛盾重重，之前更是以德国为首的许多欧盟国家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是因为看不到乌军胜利的希望。而乌克兰此次反攻大捷，无疑证实了欧盟各国为维护共同价值观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一判断。因此，欧盟势必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军援乌克兰也并非只给欧盟带来了负担。一些人如果只算经济账，欧盟无疑是最大的输家，但是对于欧盟领头羊的德国而言，却通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获得了突破2战以来军事限制的机会。这对于德国总理索尔茨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从他最近关于欧洲地缘政治中德国要占主导地位的演讲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出，舒尔茨政府把军事层面的突破放在了比民生更重要的位置。况且，如果乌军在后续的作战中仍能持续获胜，甚至直接击溃俄军，那么到那时，整个欧洲的舆论将会发生急转，欧洲民众将会为了维护共同价值观，同仇敌忾地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从而对抗俄罗斯妄图用能源摧毁欧盟政体的意图。因此，欧盟哪怕是为了自救，也会大力支援乌克兰击溃俄军，从而转移欧盟内部的压力。比如在乌军反攻胜利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第一时间便访问了乌克兰，并在基辅时承诺，欧盟将一如既往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只要乌克兰有需要，欧盟将给予不懈的支持，确认了欧盟委员会在9月初提出的针对基辅50亿欧元的财政方案，就是想让乌军尽快击败俄军。而其他支援势力也纷纷表态。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承诺，与英国2022年对乌克兰26亿美元的援助承诺相比，英国明年的援乌承诺将会相同甚至更多。斯洛文尼亚也承诺再提供28辆坦克。德国国防部长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部火星多管导弹发射器、4门自行榴弹炮和50辆野狗装甲车等等。而在所有的军援中，支援的大头还得看美国。美国白宫在15日宣布，将继续实施对乌援助计划，同意向乌克兰继续提供价值6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而在这份声明中，美国除了会提供军事训练之外，还会提供更多的军事设备，其中就包括有海马斯导弹系统。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侵略开始，华盛顿已经向基辅提供了近15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本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远程导弹系统的。拜登政府认为，提供该系统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因为其射程可能会达到俄罗斯的领土。但是现在俄罗斯要对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4地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而对于公投这个做法，乔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公投违反了主权与领土完整权。因此，如果战事升级，一些远程导弹系统，美国应该不会吝啬给予乌克兰。如果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欧盟4方处于一个激烈博弈而又相对平衡的阶段，俄罗斯在赌欧盟熬不过冬季的能源危机，必定会妥协换取经济利益。乌克兰在赌美国民主党能获得中期的选举胜利，这样拜登政府才能源源不断地支援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则在赌乌克兰在后续作战中仍能取得胜利，这样俄罗斯才能被继续拖住，欧盟能得以舒缓压力，美国则能达成自己削弱俄罗斯的目的。因此，今年的冬季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欧盟要是熬不住，俄罗斯会相对轻松一些，与乌克兰和美国继续对峙，俄乌战争进入阶段性休息状态。俄罗斯要是没挺住，俄军便会撤出乌克兰境内。但是有着核武器做底牌，克里米亚应该不会丢，一样会进入休息状态。这场战争接下来的走势，对于俄罗斯来说，应该是要考虑，也是正在实施的步骤。如何在保持现有的战果下，从乌克兰战场体面的退出，进而将战略重心放在经济战层面上。毕竟，俄罗斯通过卢布结算令，不仅使得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出现西方所预见的崩溃式衰退，反而使俄罗斯在能源上大赚了一笔。而公投便是他们的方案，让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4地直接成为俄罗斯领土。今后的驻扎部署，俄军就能自我欺骗地认为名正言顺，战略中心也将慢慢转移到所期望的地方。而乌克兰的使命则比较单纯，就只是想收回被俄军侵占的领土。方法就是通过打胜仗来证明自己有收复领土的能力，提高美国金主们的信心。因为只有拜登胜选，美国才可能持续不断支援乌克兰。如果共和党胜选，必定会影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对于美国来说，通过俄乌战争极大地消耗了俄罗斯和欧盟，引发欧洲资金的大量外逃，强势美元回归，美国经济复苏获得资金支持。对于欧盟来说，能源危机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经济发展也遭受重创。但是，一些领头的大国获得了军事扩张的机会，北约的存在感也大为加强。总之，就是现在博弈的4方基本上都亮出了底牌，各自都来到了关键节点，很可能就会在今年冬季迎来乌俄战争的大结局，来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好了，对于俄罗斯的动员令、傀儡公投以及冬季是否是乌俄大决战的关键节点，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